陛下，妖魔皇率100万妖魔集结于我巨城，兵临城下。长安剑神孤身一人，又失了神心，恐难抵挡。没有神心又如何？平日里，尔等皆在吹捧他，视他如神，怎么如今想起朕这个老弟了？娘子，我命不久矣，你可愿回来见我最后一面？长安，今日我魔族倾巢而出，剑气长城挡不住，大前王朝挡不住，不然你这天下第一，休想阻拦！给我走！好，若在往日，这一剑我必重伤垂死。原来传闻不虚，你的神心已失，且身染冥蛇之毒，寿元不过7日。我很好奇，是何人能从天下第一剑神手中夺走神心呢？没有剑心又如何？本座照样斩你！长安，7日后必来取你性命。陛下，这长安剑神乃是我大前国之重器呀，切不可大意呀。这民间常有传颂：长安生，大前兴，剑神立，天下吉呀！请陛下归还剑神心。够了！这大钱到底是他陈长安还是朕的？如果失了一颗心就会败亡，那他陈长安如何当朕的大权帝君？也省得朕赐他休夫书。朕早就跟你们说过，这段时间不准打扰。若尔等再用这些小事叨扰，真当朕不敢诛杀尔等吗？臣滚！是。陛下为何如此动怒？真是可气！朕的臣子居然向着陈长安说话，让朕把神心还予他，到底谁是主子？陛下，云舒不过贱命一条，岂知陛下以长安神心相救。若是长安兄因此与陛下生嫌，后遭不测，云舒万死难辞。朕乃大前女帝，这天下朕皆可予取予求。别说他陈长安一颗神心，就算令他赴死，他必然应力，岂能对朕心怀不满吗？云舒，你且安心，你中的冥蛇之毒乃当年就朕所致，如今已入膏肓，这天下间唯有陈长安的澄澈神心方可医治。我洛一城岂能有恩不报？能为陛下赴死，云舒甘之如饴。云舒，你安心养伤，3年苦功，还有7日方得圆满。届时，朕再把神心还给他便是。3年都安然无恙，区区数日，又能有何变故？你宽心就好。世尊，妖魔皆被您诛灭了，不愧是您。冰云，正好你来了。来，为师有话与你说。50年前，我救你于恶人之手，见你年幼无依，便将你带回长安宗，授你修行之法，传你长生之道。如今看来，你不仅是为师的入室弟子，更犹如我的亲生女儿。
师尊救命养育朕，冰云此生此世，来世来生，永世难忘。为师要拜托你一件事，看在多年情分，一定要应允。但凭师尊吩咐。我欲将长安宗交付于你，由你继任宗主之位。师尊，我不堪此任。凌云，这一次由不得你说不行，因为你师尊我要死了。师尊，您是想偷懒吗？您天下无敌，手里有5000载寿元，这般说辞呀，或许能骗骗其他弟子，但是边云我呀，是万万不信的。连你也不信？师尊怎会有事？除非您自愿作画，否则何人何物能上您分毫啊？冰云，为师此番确非虚言呐。好，好，好，弟子信了。我仅剩7日光阴，需尽快安顿一切。好，明日便举行交接大典。冰云，在用传音时告诉你师娘，就说为师命不久矣，请她回来见最后一面，最好声泪俱下的说。哎呦，师尊，如此蹩脚的说辞，谁会信啊？果然，师尊只是想把师娘骗回来。师娘也是，师尊不过说了谢云舒几句胡事，便赌气3年不见。冰云，就当帮师尊最后一次。师娘，师尊将不久于人世，他临终前最大的心愿，便是能再见师娘一面，否则只怕是魂魄难安。陈长安何必如此小气？数日以来，你说过多少次将死？若想拿回神心，直言便是，朕自然还你。若你是极度生恨，因此抵触朕救云舒，便不必再与我传音了。哎呀，看吧，师尊，师娘怎会信呢？天下第一，不过借他神心一用，便屡次纠缠。这般小肚鸡肠也配做朕的夫君？朕当年真是看错了人。陛下为何不悦？可是天门峰长安剑神处有消息，云舒恳请陛下归还神心，臣命微贱。陛下若为臣与剑神生隙，恐云舒只能自尽谢罪。不可，并非如你所想，是什么？是陈长安气量狭小，他不想朕救你，欲将朕骗走，便频频传音谎称自己寿元将尽，想传位于弟子李冰云。可陈长安寿元数千载，这天下之间，可有人比他还长寿吗？荒谬！堂堂天下第一，朕的夫君，居然如此行事，实在令人失望，堪比深闺怨妇，令人不齿。明明他以前不是这样的。许是长安兄过于思念陛下，这才有这般幼稚的借口的。你不必为他开脱，朕掌天下，心系万民，他不为朕分忧也就算了，居然屡次添乱。他若能有你一半善解人意，朕也不至于跟他相见两厌。云舒惶恐，岂敢与长安剑神相比？朕说你比得过就比得过。多谢陛下厚爱，只是长安宗交接新宗主上位，陛下理应前去观礼的。
都是借口罢了。若他坦诚相待，朕去一趟又如何？可他居然骗朕，朕便偏偏不如他意。更何况，眼下最重要的事，就是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为你解毒。陛下，该死！这个陆亦辰还没对陈长安死心，我必须想办法在天保我。修复术，娘子，你还是不信我吗？这你我当初一同创立的宗门都不值得你前来。娘子，我真的时日无多了。听说天下第一剑神要死了，我要的东西呢？我当然带来了。按你所说，我守了10年，终于守到这万古莲花盛开。喏，多谢。谢什么呀？这莲花是你栽的，我只是取来而已。不过这万古莲花能让人长生万古，给嫂子准备的吧？关你屁事！我有一疑惑，你栽这莲花时用的是什么好东西？没什么。不可能，这莲花盛开时异象纷呈，整个北韩绝地都照亮了。快说，用的到底是什么？真没什么，也就3000年寿元而已。3000年寿元，你就这么浇灌进去了？今日传你濒死，我观你神色异常，难不成你是为了嫂子的事动了作画的念头？你想多了，我言将死，不过是想让你帮我说服娘子归来。你若闲暇，就多帮我传音几次，兴许她不堪其扰，前来杀你之时，我便有缘能见到娘子。又要我当替罪羊了？罢了罢了，看在你这么深情的份上，你这个忙我应下了。嫂子，长安他是真的不行了，你快回来吧，嫂子。嫂子，长安他就想见你一面，就一面。嫂子，就一面，嫂子。不行了，连贾继友都说不行了，难道长安真的不行了？糟了，外界干扰，引得冥蛇之毒再次爆发。云舒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安心疗伤，千万不要被外界影响心境。贾继友，再敢胡说八道，朕就要杀了你！哎，嫂子，长安他是真的不行了。你可知道北韩绝地能让人长生的万古莲，长安他耗费3000年寿元，只为给你种这一株莲花。陈长安曾说过，我的寿数非万古莲不能赶，他栽培这万古莲是为了我。3000年寿元，就算他是天下第一，也难不成他真的出事了？云舒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怎么笑了？云舒只是感慨，长安剑神虽为天下第一，不过这哄人的手段，若他真为陛下好，直接奉上宝物便可，何须还要派人传音呢？还说什么3000年寿元？唉，如此看来，确实显得过于低劣，过于故意了。没错，朕乃大前女帝，整个大前都是朕的，什么宝贝没有见过？他想使用苦肉计，引起朕的深怜，想让朕见他。陈长安，你自己胡闹也就算了，现在居然敢鼓动你的狐朋狗友一起做戏，未免太过放肆。若再敢如此，
莫怪朕亲手取他们的脑袋。对，娘子，这厮该死！你快来，你快来杀他！快！够了，陈长安，朕知道你难以接受那封休夫书，朕也知道你一直看不惯这3年，朕天天守着云舒，为他疗毒，但如今只差5日便可攻城，在云舒痊愈之前，任何事情切莫再谈。陛下，息怒，因我之过，你们已经争吵不知多少次了。长安剑神乃定国神助，云舒不配。哥，我是真尽力了，你也听到了。嫂子一动怒，她言道：“我要是再敢帮你传一字一句，她就下令要取我性命。”兄弟，继续。陈长安，是谁？天下第2强者，吴剑痴。长安，来了，速与我一战！可还记得赌约？怎能忘？若我此战再败，就替你镇守天门，镇守大前。若我死后有吴剑痴带我镇守天门，大前无忧，或许还能让娘子相信。既如此，便让他一次。陈长安，我终于胜了！如今，你便是天下第一了。我本准备去履约，可却胜了。无妨，我有一物送你。何物？无射箭。你温养一世的神剑，要送给我？换你履约，替我守天门。你这是何意？天门有你，何人敢闯？我命不久矣。你去吧。陈长安，娘子，陈长安，那是天下第一，多少人求之不得。如今为了骗我见一面，就拱手让人，值得吗？值得。为夫只想再见你一面。少在这里装深情，想见朕可以签了那休夫书，朕自会与你相见。别再拿你那些拙劣谎言出来，惹人发笑。娘子，为夫只剩4日寿元，我字句句属实，绝无妄言。不到4日，难道不可能？这天下谁都会死，他也绝不可能死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骗朕？你这般只会令朕更加厌恶。待4日之后，我为云舒解毒成功，朕会与你做个了断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4日之后再见，怕是我已成一抔黄土。你来了。我是来跟你辞行的。去哪儿？或许周游四海，或许归隐山林，做好比在你面前当个隐形人，被你视而不见。也好，不必在我这个将死之人身上浪费时间。还有多久？你就这么信了？我信，因为你从不撒谎。还有多少时间？还有4日。都是那个谢云舒，自从他救了姐姐，姐姐就跟着了魔一样。我现在就去找姐姐，我叫她来见你。没用的，你比我还了解你的姐姐。她说4日后回来修复，无论你怎么劝，都没用的。
至于谢云舒，待我去后，你定要替你姐姐多加留意此人。真的就只有4日吗？就没有其他的续命之法了吗？不必多言。我陈长安纵横天下这么多年，若真有续命之法，我岂会在这儿坐以待毙？长安哥哥，若当年你先遇到的是我，而不是姐姐，这一切会不会不一样？一子，这话你可问，但我却不敢想，所以这个问题不会有答案。你可知那2颗星辰？你可知其名？左边那颗唤作长安，右边那颗名为依城。本无此姓，只因哄你姐姐一笑，我便搬运2座山岳上天，化作星辰。那能不能也为我搬一座上去？陈长安的心，他的偏爱，只容得下姐姐一人，旁人半分也分不得。好，我走了。这是给我的仙香。洛伊子，你想造反吗？一丝不敢，只是姐姐，姐夫他真的快不行了。哎，陛下快看，那是什么？你居然跟他一起沆瀣一气！不是的，姐姐，他真的命不久矣，命在旦夕，将死之日，还有空给你点亮星辰吗？你一直钟情你姐夫，当朕不知道吗？都是这个谢云舒在从中作梗，我这就为天下清君侧，让姐姐看清你的真面目。大胆！朕已经说过，陈长安朕不要，你拿去便是。可是姐姐，这次真的是……够了！再多说一个字就是谋反，你要时刻记住你自己的身份。这个长公主的身份，我不要也罢，终有一日你会后悔的。陈长安，连见一面这种事你都要逼着我低头，那我就偏偏不如你意。陈长安，3日后我必休你。还有2日。长安哥哥，一子，我时日无多，等不及了。既然他不愿意见我，我便去见他最后一面。你要做什么？以后替我照顾好你姐姐。不要！不要！山不救我，我来救山。那个方向是京都，是姐姐所在。原来你要我的艰辛，
是为了他。这2日倒是清静，只是不知为何，我总有些心绪不宁。难道陈长安真？云舒，你没事吧？我是旧伤复发，今日陛下为我操劳，不必再为云舒，尽管去寻长安吧。云舒还能自顾。不可！陈长安托了休书3载，我还在意这几日吗？对朕而言，还你的恩情才是头等的大事。还有2日，你方可痊愈，届时朕一定会跟陈长安做个了断的。云舒，或许我就不该来。在下吴剑痴，请见陛下。吴剑痴赢了陈长安，特地来我皇城炫耀。不见。陛下有令，不见。陛下且慢，在下此番前来，非为炫耀轻慢，而是有要事相告。我与长安剑神比剑200场，未尝一胜。论我与他差距，如天壤之别。今朝却胜了，陛下不觉蹊跷？你是何意？长安剑神告诉我，他命不久矣。我观其气血亏损，力不从心，非是作为，留下一段光影。陛下，吴剑痴向来耿直，不似作假。难道陈长安当真？不对，他昨日还为一子造了星辰，怎会垂死？我与长安剑君比剑时，观其心脉周围有冥气环绕，似是中了冥蛇之毒。中此毒者，心力无所寄，寿元必大损。不知此事，陛下是否知情？冥蛇之毒，冥蛇之毒。长安天纵神武，怎会重伤垂死？哦，想来是前日惹陛下动怒，急于弥补过错罢了。朕方才还在想，他为何将天下第一拱手相让？哼，原来是与你串通做戏。他3番2次欺骗朕，置朕于何地？你无需多言。娘子，你宁愿相信一个外人所言，也不愿意相信同你一同走过百载的夫君吗？既然如此，只愿陛下他日回想至此，莫要后悔。长安剑神仙逝后，我将替他镇守天门200载。好他个陈长安，为了不让我休掉他，不惜自毁名声，骗来吴剑痴这等耿直之人为他出头，亏朕那么相信他。唉，吴剑痴言之凿凿，若非他提起冥蛇之毒，云舒也已信了8、9分了。陈长安啊，陈长安，你令吴剑痴公然闯入皇城，他可知道天下人会如何取笑我？他心里还有我分毫吗？娘子，我在你心里竟是这般，没想到年少轻时也会走到相看两厌，昔日誓言散于9天。替我照顾好你姐姐。又是此等幻术。是与云舒僭越了，让陛下为我费心，导致长安剑神不满。陛下尽管去寻他，不必挂念于我。今日我便告退。退什么退？管他陈长安干什么？他不是要死了吗？好呀，朕就看他是否死。若他没有死，我便送他一程。他如此欺瞒着朕，戏耍朕，好。
好呀，陈长安，好得很。陈长安，别怪我。长安兄，他定有苦衷的，陛下。他有苦衷。当年朕中了冥蛇之毒的时候，孤立无援的时候，他人在哪儿？他可在天门，在与妖魔皇决斗，在争他所谓的天下第一。冥蛇之毒，你们……冥蛇，报！剑师大人，不好了，天门即将失守。是你袁术，是你牺牲了自己，把朕身上的毒渡给了你。救朕的人是你，不是他陈长安。原来如此。谢云舒为了接近娘子，不惜故意身中冥蛇毒，冒充救命恩人，好深的心结啊！可事到如今，此事已无法解释，也无需解释。如此也好，真相定会大白。气息渐渐平稳，这是凝神香，安神养元用的。不对，这味道与前几日不同，为何？回禀陛下，此前这香皆由长安监军亲手调配，监军戍边多日，留下的香已耗尽，宫中香师技艺不精，望陛下恕罪。不愧是长安剑神，连制香术都是天下无双。什么天下无双？不过是奇技淫巧罢了。娘子，这是我以精血为引炼制的熏香，耗费了我7日心血，快试试。陈长安，你有这制香的闲工夫，何不找些正事做？我身为大前女帝，肩挑山河，你是我夫君，整日没日没夜研究这些奇淫技巧，真是令朕失望。娘子，我何曾不想替你分忧？是你说这大前人人敬我如神，我怎敢抢你风头？我就只敢在这些小术上下功夫。你日理万机，心力憔悴，我以精血炼香，只为你夜能安睡。可如今，长安制香时，我曾在旁细看。既然他要戍守天门，那今后这制香，便由我为陛下调制。当真？好呀。待你痊愈，朕想看看你的技巧。启禀陛下，司天监有急事奏报。宣是。陛下，微臣有要事奏报。讲。微臣方才观星，见星地稳固，然而北斗星域中，长安君命星明灭，恐怕他要死了是吗？命星飘摇，此乃命不久矣之兆，监军恐已遭遇不测。荒谬！他乃天下第一，会遭遇如此不测？他陈长安胡闹也就罢了，你们还跟着附和，简直欺君罔上！你们是朕的臣子，还是他陈长安的臣子？臣该死，臣该死！可微臣方才所言不含半点虚假，句句肺腑啊！哦，臣连观星盘也带来了，恳请陛下一看。你怎么出来了？速回去休息。陛下心绪不宁，我又怎能安寝？云舒可有一法，可解陛下心中郁结？
陛下琴音如天籁，与您同奏，臣实在是愧不敢当啊。云舒的嫡系也精进了不少，全赖陛下栽培。臣在陛下赐下的珍宝阁中，寻得一块通透玉骨，制成此笛。不想琴瑟居然如此超凡脱俗呢。这是我的剑骨。该死！护国大将军该死！左相该死！四天剑客该死！凭什么呀？凭什么他们一个个都认为这大千盛世是你的功劳？无人知晓我的付出与牺牲，就因为你是天下第一，就因为我的实力不及你吗？娘子，别气坏了龙体。滚！给我滚！这骨中蕴含了我毕生之感悟。娘子，你若借此习剑，3年内必能冠绝大千。哼，有什么用？我能超过你吗？他们眼里只有你，百姓还不是只知道你的名字？依城武道天赋普通，被我扶上女帝之位，却因此与我生出嫌隙。3年前，我剔除自身剑骨内含无上剑意，供你练剑使用，可如今却被制成了笛子。云舒，3年之期，明天就是最后一日，待你痊愈，我就去找陈长安，当着天下人的面休夫。届时，我就是山河共主大前女帝，再不是他剑神之下、万人之上的傀儡了。报！启禀陛下，长安剑神命星陨落。命星陨落？你们是在找死吗？陛下恕罪，陛下恕罪啊！臣不敢妄言，此乃千真万确之事。这星盘上已无长安剑神命星。陛下，长安兄他不会真的……好一个陈长安！陈长安，好一个有变大钱，好一个众人敬仰。他不是一直阻止朕跟你疗伤吗？他不是一直想让朕成为他手中的提线木偶吗？朕偏偏不如他意。如今，长安不会再如意了。好痛，真的好痛，感觉到痛，魂魄渐渐凝实，看来没时间了。既然如此，长安再为娘子做最后一件事。云舒，你有没有感觉好一些？此刻，想必你的冥蛇之毒已经彻底解除了。有了陈长安的神心精血灌注以后，你的实力将会大大提升的，日后便能全心全意在朕身边辅佐了。
云舒拜谢陛下，拜谢长安剑神。陈长安，陈长安，怎么？难不成你跟那些大臣一样，眼里只有陈长安，没有朕这个女帝吗？云舒不敢，云舒心中永远都只有陛下一人。陈长安，长安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居然没死！长安，哎，陛下快看，那是什么？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果然都是骗我的！你可真有能耐，又是传进宗主之位，又是带着你的狐朋狗友，居然还蛊惑朕的臣子，故意给朕的妹妹造了一颗星辰。你的心思怎么那么的歹毒阴沉？现在怎么了？突然又出现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太让朕失望了！别来琢磨，对世事已看过，前途不说，徘徊随波，为何同着来路萧索？如果有来世，但愿我们彼此不要再见。长安，长安，长安，难道是朕看错了吗？妖魔皇，7日已至，你我一同赴死。果然只是虚应，陈长安还在天门。双中九响，万箭齐鸣，不是长安剑神。今日斩魔仙士，弟子奉师令，去告四海八荒。天怎突然下血雨啊？这是不祥之兆。这雷声好似从边疆传来，难道？陈长安，你终究没骗我。从今往后，谁与我比剑？怪不得你崔健如此反常。当初结拜时说好同生共死，你怎能轻诺？等等我，来送你最后一程。徒儿们，7日，天剑宗遭劫，幸得长安剑神相助，剑神仙逝，我宗等待效是。降血雨，昭告皇宇自己死了。陈长安，你做的太过火了！你居然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戏弄于我，摆驾！朕要亲往天门坊，当着大千众生戳穿陈长安的真面目，朕要当众修佛！好大的排场呀！为了骗朕，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。陈长安，朕来了！你要玩你这装死的把戏到什么时候？还是说你怕了？拜见师，闭嘴！朕不是你的师娘，朕今日与他再无瓜葛。如果你不想造反，就叫朕一声陛下。陈长安呢？他不是要见朕吗？朕不也千里而来？怎么？他却只敢藏在这个棺材之中装死吗？陛下，师尊真的已经先生了，他以最后一心斩杀妖魔，只为保全天下苍生啊！够了！他骗朕，你们一个个也跟着骗朕！我刚刚还见到他剑斩妖魔皇，怎么？
从你们一个个口中，他死了。真当这是3岁小孩愚弄于朕吗？这么喜欢装死？好呀，朕今日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劈下这个关公，让他们看看你的真面目。所谓的长安剑神，只不过是一个满嘴谎言的卑鄙小人。陛下息怒，师尊真的已经不在了。剑斩妖魔王也耗尽他最后一口元气，那只是他临终前留下的剑意虚影啊！你敢拦朕？你连朕的话都不听了吗？弟子愿以命还师尊一官安宁，只求陛下看在昔日情分，让师尊入土为安。若一成，长安临终前最大的遗愿就是没能见你一面。他死不瞑目，如今他尸骨未寒，连让他安眠都不肯吗？我问你，你的信是实的做的吗？求陛下开恩！求陛下开恩！陛下，长安待你一片赤诚，你却如此绝情。那日，他对我说，此生最大的幸事，就是娶你为妻。够了，全都给我拖下去！违抗者，格杀勿论！快走！陈长安，你不要以为你躲在里面装死，找这些人在你面前哭，我就不敢揭穿你的谎言。你不是要见我最后一面？好啊，我来了。可这确实是你我最后一面，因为今日我就要斩断你我的羁绊。今天我就要当众休了你。从今以后，你我不复相见。对啊，宪军的尸身去哪儿了？果然如此，陈长安，你果然戏弄于朕。这就是你们口中那位斩魔仙士的陈长安吗？尸身呢？身在何处啊？想用这副空棺欺骗天子？我本以为他躲在这个棺材里面，想引朕出来，可没想到他胆子如此之小，丢下这个空棺逃之夭夭。今日之事，大家亲眼所见，陈长安被你们奉若神明，称为剑神，实则谎话连篇，卑鄙至极，以空棺欺世诈死。今日朕要对外宣告一件事宜，朕今日就要休了所谓的长安剑神。不要！陛下，长安剑神为大前捐躯献命，如今尸骨未寒，修夫之举怕是不妥，请陛下三思。请陛下三思。三思？你们一个个是在教朕吗？他所谓尸骨未寒，睁大你们狗眼看看，这棺中可有半分尸骨？他陈长安只不过是想用一些愚昧的手段戏弄于朕，是一个连面都不敢露的懦夫吧？陛下，长安剑神侠骨柔肠，对我等百姓恩重有加，怎可能是小人？还请陛下三思啊！够了！你再敢多言，朕治你个往上之罪！陛下，不可！不可！事实都摆在面前，你还要为这个懦夫求情吗？陛下，师尊绝非欺瞒于你，请陛下细看棺椁之上。怎么，一颗莲花而已，有何说法？陛下，这并非寻常莲花，而是师尊为您准备的万古莲啊！这就是假姬有所言的万古莲。这万古莲天生天养，非10000年光阴不可长成，而这种万古莲尚未彻底长成就被采撷，还需养分滋养，
因此师尊遗命，将此莲半期下葬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这棺椁之上才会没有师尊的遗体啊！即便如此，这朵莲花与陈长安又有何关系？区区一颗莲花，就能蒙混过关吗？那是因为了让这万古莲成熟，师尊只能以毕生一生骨血滋养这万古莲，吸收了师尊全部精血，方才能最终绽放。师娘，陛下，师尊爱您之深，才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培植这株万古莲，又怎会欺骗于你？还请陛下最后再相信师尊一次吧。爱我至深不会骗我，真的是可笑至极。你们一个个视他如神明，看他的目光皆是无比崇拜，可曾真正的审视过他的一言一行？他仗着自己修为天下第一，行事恣意，口口声声说要守天门，不顾朝中万千朝政，独自在边关逍遥了整整数百年。这半年以来，大前经历了多少危在旦夕，就连这御赐垂危之时，他都未曾回头看过一眼。若不是云舒拼死相救，这早已奔赴黄泉。即便如此，大前不还都是人人敬仰他如神明吗？这天下人不知道多少人不知天子，只知道他陈长安。如此也就罢了，朕可以不在意这些虚名。他如今已经受万人敬仰，却依然心胸狭隘，可恶至极。他妄图让朕事事顺他心意，让朕成为他手中的提线木偶。陛下，传宗主之位，降血雨，乃至今天这场葬礼，不都是他一一策划的吗？大费周章，骗天骗地，不就是因为不喜欢朕去救云舒吗？怎么，这就是你口中陈长安对朕的爱吗？这就是你口中他不会骗朕吗？陛下，可这关中的万古莲，他总不能假呀！李宗主真会说笑。长安剑神下葬，这般庄重的场合，依在下所见，还是不要随意玩笑为好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曾在一卷远古奇书上读到过，万古莲乃仙道灵旨，纯净无瑕，能滋养它的唯有天地灵气、日月精华。也正因如此，需要整整10000年的光阴方可长成呢。这话不错，那又如何？那依李宗主方才所言，这莲花伴随长安剑神下葬，受其骨血滋养，那岂不是说，这花是在吞噬长安剑神一股血肉？此般食人骨血的花草，怎可能是万古莲？这倒像是魔道功法中那些利用鲜血精髓的邪术罢了。真的是这样？食人骨血，这分明是妖魔所为啊！难道长安剑神暗中使用魔功？这怎么可能嘛？荒谬！师尊一生护佑苍生，斩妖除魔，怎么可能修炼魔功？你血口喷人！在下绝无污蔑长安剑神的意思。长安剑神光芒万丈，德高望重，自然不可能修炼什么魔道功法。只是如若李宗主所言为真的话，这莲花就不可能是万古莲。哎，怎么了？李宗主，我没有质疑你的意思，我只是依照李宗主所言推演了一番罢了。陛下，如今只有2种可能：一是按照他所说，长安剑神当真仙逝，骨血已被这朵莲花所吞，那这莲花就定然不可能是万古莲；二则是
长安剑神撒谎了，他其实没有死。你说是哪一种？住口！师尊一生光明磊落，斩妖除魔，如今落得个尸骨无存，还不够吗？师娘说两句也就罢了，怎容得你这卑鄙小人再次编排诽谤？够了！什么尸骨无存？你们师徒二人演戏还要演到什么时候？云舒所言有何不同？此莲花若真吞食血肉而生，不是魔莲又是什么？陛下，在下只是冠以礼服人罢了。若是言语中冒犯了李宗主，还请见谅。如若李宗主对我说的有什么不对的，大可反驳，只是最好拿出切实的证据，否则难免有胡搅蛮缠之嫌。李冰云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师娘现如今被谢云舒蛊惑，我再多言也无用，唯有等到万古莲盛开，方可还师尊一个清门。冰云无话可说，唯有一个请求，请陛下看在师尊生前苦劳，准许冰云收敛师尊棺椁，还师尊一个安宁。事到如今，证据确凿，还如此惺惺作态。依臣所见，这李宗主未免入戏太深了。若是长安剑神人在的话，都不知道看到这场面如何收场了。朕倒是希望他真的死了。若他没有死，朕也不希望这辈子见到他。快要花了！是啊，这莲花，天哪！莫非真的是传说中的万古莲？我闻着花香，就感觉浑身经脉发热，体内真气竟在自行运转，就连修为也有所提高，竟也如此神奇。开了，终于开了！陛下，请陛下你看一眼，绽放了，看清师尊的一片赤诚之心吧。站住！谁能证明这是万古莲？倘若这是一株魔莲，魔气冲撞了陛下龙体，这责任你担得起吗？我能证明。贾继友，你如何证明？贾继友，你想清楚，欺君罔上可是杀头的罪名。我之所以能证明，是因为这万古莲是我看着长成的。万古莲之所以长成，是因为长安他花费了整整3000年寿元啊！3000年！天哪！3000！长安剑神修为天下第一，寿元也有5000年之余，这一下就消耗了1半有余啊！莫非此物就是货真价实的万古莲？要这样的话，长安剑神他岂不是……那又怎样？你如何解释？这莲花饮血蚀骨，吞噬如此污秽之物生长。万古莲可是天生天养，天地精华所生，怎可能吞噬长安剑神的骨血？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啊？怎么哑巴了？我就说，平时闹一闹也就罢了，如今圣上亲临，还要欺君吗？魔莲就是魔莲，你们又何必一错再错，落得如此难堪的境地呢？贾继友，还想要愚弄朕到什么时候？难堪境地，我若将真相说出，不知道是谁会更加难堪。
安，这是长安的心头血，是长安临终前嘱托我以秘法炼制的最后一滴心头血。心头血啊！心头血，因他神心已逝，这滴心头血耗费了他最后一丝精元。至于万古莲为何饮血，那是因为长安不仅耗费了他千年寿元，更是以他的神血日日夜夜滴滴点点的浇灌。正是因此，万古莲才能因血而长成。长安的血不是什么污秽之物，而是天地之间最纯净、最珍贵的精华。什么精血寿元，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词罢。信口雌黄，如何足信？少在这里妖言惑众，拿出真凭实据来。正确，这是长安最后一滴心头血。此血滴落，万古莲自当盛开，只需片刻，便可真相大白于天下。绽放了。陛下，因为长安的倾心灌注，他的身与神元皆已融入莲中。陛下与长安连理多年，相信你一眼便知。不，这不可能的。这道伤势，是昔日长安剑神斩蛟龙筑苍生时那魔蛟所留下来的爪痕。我曾亲眼所见。难道这莲花真的融合了长安剑神的神魂？不，这不可能，这就是一尊吞噬血兽的魔灵，偏被你等粉饰得如此高贵。一派胡言罢了。这些年长安受的伤、流的血、修的法，皆在此莲之中。是否一派胡言？陛下一眼便知。这是冥蛇之毒。陈长安啊，陈长安，你明明尊为天下第一，威震八方，却真要用命来换一朵莲花，可笑至极。不过也好，这样至少可以确定你是真的死了。这沾染冥蛇毒的花瓣，万万不能让你弟看到，否则当年的事就全盘败露了。难不成长安真的出事了？这是长安的72道剑纹。长安，你没事吧？你这伤……没事儿，为夫可是天下第一。长安的72道剑纹是他生命的印记。这剑纹是我修的剑法，普天之下只有我一人掌握。不可能！你们是骗朕的，是不是？嘉靖，陈长安在哪儿？朕现在愿意见他了，你把他给我叫出来！陛下，请节哀。不可能！长安他不可能死，他寿元5000年，他怎么可能死？斯人已逝，长安已魂归天人，陛下请节哀。朕不相信，他一定是躲起来了。你去告诉他，让他过来见朕，快去！朕明白了，他是怕朕羞辱他，是不是？所以才让你来劝我。嘉靖，你回去告诉他，朕不休他了。陛下，他在哪儿？朕要亲自告诉他。
你给我出来！到底在哪儿？朕知道你没有死，你赶紧给我出来！你不要骗我！明明前几日你还在皇宫。对了，你一定在皇宫。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找你。陈长安，你在哪儿？长安，长安，你一定在这儿！你肯定在这儿，是不是？禀报陛下，皇宫城上上下下已经找遍了，没有找到长安剑神的踪迹。继续找。是。皇城找不到，朕就找遍整个大千；大千找不到，朕就找遍天下九州。朕就不信找不到你。长安不可能死。虽然前几日他气色差得不正常，但那是因为镇守天门受了魔气侵染。他可是天下第一，休养几日就没事了，他怎么可能？长安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居然没死！长安，对了，前几日朕明明见到过他，他一定还在那儿。陈长安，陈长安，陈长安，是否还能熬过长夜？生怕再与你阔别。是长安留给我的信，他一定是出去了，心情不好出去散散心，散完心就会回来的。就是会想过你几遍，前世如烟，修七术。陈长安，你要休了我，你怎么敢的？陈长安告洛氏女嫡属，盖闻连理同治，乃成天地之气，比翼双飞，实在山海之盟。长安幸甚，得遇娘子。除妖也需量力而行，免得白送命。再回首，一幕幕是难解难诉，只为守护对你的眷顾。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陈长安，妖异当年，渡尽劫波，犹存你我双影，念相同伴，喜结连理，携手共谢苍天。长安与娘子结发为夫妻，相爱两不疑。娘子，你抬头看，此处怎么多了2个星星？为夫搬上去的。那颗叫做陈长安，这颗叫做洛伊城。然长安肩负苍生之任，常受杂事累神，佳则性情愚钝，难博娘子开怀。你说我虽有一剑傍身，了得虚名，然天下不平一战，心头郁结难消。悠悠100年，不觉纤细如愿，相看两眼，已知耗尽良缘。陈长安，借你的心给朕一用。娘子要我神心何用？袁叔中了冥蛇毒，非你的神心不可救，拿来。娘子，罢了，拿去吧。长安与朝夕相伴，难割舍世人疾苦，又欲清洁衷肠，奈何已相对无言。陛下，这是长安剑神新送回来的家书。如今长安100年深于老，娘子帝皇心有春，以此情所累，长安不愿。今长安将绝于天地，亦绝于卿。许卿自由身，唯愿
相望江湖，欢喜歌声。相望江湖，欢喜歌声。我们是夫妻啊！陈长安，你一定又在骗朕。你是跑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了？你是不是又在骗朕？长安，长安，你出来啊！你要休了朕，就在朕面前休我！朕一定要找到你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无论九州各地。陛下，你已经30日没有上朝了。你在教我做事吗？属下不敢。长安有消息了。禀陛下，还是没有找到剑神的下落。剑神他恐怕已经……继续找，增派1倍人手，快去！是。陈长安，你休想这样不明不白的走掉！朕一定要见到你，就算掘地3尺，朕也要见你最后一面。长安，长安，我就知道你没有死，你是骗我的，是不是？你就是想见我一面。陛下，是你，谢云舒。陛下，长安剑神已经先去了，云舒会陪着陛下的。不，他没有死。陈长安能做的一切，云舒也能做的。况且，云舒心中只有陛下一人，余生只愿常伴君侧，服侍陛下。一成，你看看我们才是自小在一处长大的，而陈长安是后来者，是他夺人所爱。如今他不在了，我们终于能在一起了。不，长安他没有死，你别过来！你再上前一步，朕治你个往上的罪名。陛下，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吧，那陈长安已经死了，如今只有我能一直陪着你。你有什么资格跟他相比？长安他无人可取代，你给我滚！滚！长安，你是天下第一啊，你怎么可能死呢？是你不愿意见我吗？是我对你不够好，我让你失望了。啊，不行，我不可以就这么等你，我要亲自去找你。就算是掘地3尺，我也要找到你。您终于肯出来了。朕才几日未上朝，尔等就要逼宫吗？朕才几日未上朝，尔等就要逼宫吗？臣等不敢。长安，你说这大前盛世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？娘子是大前女帝，自然是娘子的功劳。可是他们都说你是天下第一，大前之所以兴旺，是因为有你镇着。谁？是谁这么没有眼力？那不管怎么说，我这个大前女帝是你扶我上位的，我答应你，一定把它做好。长安，你是在怪我，怪我变得太过骄纵，才要一直躲着我。也罢，朕答应你，会重新振作起来，
今日前来所谓何事？陛下，长安剑神命星陨落，臣请愿举国祭奠长安剑神，以尽追思。朕说过很多次了，陈长安没有死，你们一个个给我抬起你们的头，看看天上的星辰。长安所造的星辰，它是天下第一，区区几颗命星，岂能昭告他的生死？这星辰摇摇欲坠，这是不祥之兆啊！闭嘴！此星摇晃，失去了伟力源头的支撑，就要坠落下来了。哎，此处怎么多了2颗星星？为夫搬上去的。他们是2座大山，不会掉下来吗？为夫可是天下第一，撑这2座山岳，小事一桩。但如果这2座山岳掉下来，除非什么？除非我不在人世了。星辰摇摇欲坠，难道长安他真的死了？陛下，云渊，那3颗星星怎么样了？那几颗星辰自前夜开始摇晃，深夜时坠落下来。司天监的人已经提前安排好人手守护，没有伤及百姓。长安，你对我的怨念这么大吗？连最后剩下的2颗星星也不愿意留给我。前些日子派去找人的人手怎么样了？全部都派出去了，在各处搜寻长安剑神的下落。让他们都回来了，以后各地只留1队人手，传回消息就行。陛下，长安他是天下第一，他要是想躲，谁能找得到？长安，你一定在怨我，对不对？怨我疏远了你，不愿与我相见。我找不到你，但我不会放弃，我会打理好你托付给我的大钱，等到我找到你的那一天。启禀陛下，大前境内172城已经查遍，还是未寻得长安剑神的踪迹。知道了。你好狠心，哪怕是要休我，也该当面与我分说才是。娘子为何叹气？我叹着世道纷乱，百姓受苦，如今妖魔还死。虽然你我都有修为，但大钱这么大，又能帮得了几个？娘子，我扶你做女帝，掌管大钱，拯救这万万数的百姓，如何？你到底在哪？我找不到你，不知你何时愿意回来看一看我，看一看如今这兴盛的大钱。陛下，不好了！说。边关急报，有妖魔大军集结压境，距离天门已不足100里。什么？妖魔皇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他们怎么还敢犯？回禀陛下，自长安剑神仙逝以来，江外妖魔就蠢蠢欲动，不时侵扰边境，已有10年之久。天门不是有吴剑池镇守，镇不住妖吗？5日前，吴剑池突然失了佩剑，实力大减，妖魔借此集结大军，想趁虚而入。放肆！这等宵小，居然敢觊觎我大钱！传令下去，召集文武百官，朝堂议事。是。长安哥哥，你要的无射剑，我给你取回来了。这就是我曾经用过的剑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想起来一些？试过才知道。命尽之人，度奈何轮回而往生。陈长安，不能过奈何。为何？你修为高绝，然神魂又缺无心，故难以轮回。大钱苍生记你之恩，日日为你请愿诵经，故令你可再赴阳间。然你无心，就
重生时将散尽回忆，若重修回巅峰，寻回神心与记忆，受尽时可再度轮回。你可愿意？我愿意。再回首，一幕幕是难解难诉，只为守护对你的眷顾。长安哥哥，你又想到姐姐了。长安哥哥，你果然没有死，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？你是谁？我不该提起那些旧事。你现在伤真的很重，至少让我先把你的伤治好，你再走。你知道我是谁？你认识我？你失忆了？过往的一切都不记得了，就好像重活了一世。那你谁都不记得了？贾继友、李冰云、洛一城。不要跟我提起这个名字。好。为什么提到此人，我会十分的痛苦？那我呢？洛一子。和先前那几个名字一样，倒是让我有一种可以被信任的亲切感。这样吗？长安哥哥，以前都是你一直在守护大钱，以后就换我来守护你。无妨，前世之事一场云烟，当下我只想寻回记忆，完成执念。我泪流你指上，且看着一头渡恩怨造化涅槃轮转几回。长安哥哥记忆虽逝，但天资仍在。如今只差最后一击，就能登临过往君天。等他突破，应该就能想起来更多了。一望穿之水，也不复再回。长安哥哥，你突破成功了，快试试，看看能不能想起来。我是来跟你辞行的。也好，不必在我这个将死之人身上浪费时间。还有多久？你就这么信了？我信，因为你从不撒谎。长安哥哥，若当年你先遇到的是我，而不是姐姐，这一切会不会不一样？怎么样？有没有想起来更多？怎么样？有没有想起来更多？太好了，我猜的果然没错。长安哥哥，你只要看到以前见过的人和物，就能想起来一些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启程，去见见你以前的旧友、故人，这样就能寻回更多记忆了。听你安排。对了，你要不要改个名字？你以前的名头太大，顶着这个名字出门，怕是会引来不少麻烦。也好，那就叫陈平安，如何？平安，平安好啊！我希望你这一世都平平安安的。长安哥哥，我们第一站就去北疆，看看天门如何？北疆，那里是大前边关，是你以前镇守的地方。你曾在那里镇守100年，定会留下不少记忆。听起来好像很荒凉。我在那儿待过100年。是啊，是荒凉到了极点，不到天门看过。
怎能知道你的牺牲有多大呢？而且吴剑痴也在那里啊。吴剑痴是谁？一个武痴，以前总缠着你比剑。前世你临终把剑送给了他，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要回来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去天门。忘了，没了你的剑，吴剑痴怕是打不过那些妖魔。天门失守，我那位姐姐怕是正焦头烂额呢。万剑7年，长安当年修炼时也曾引发此等异象，难道是他回来了？天下剑道高手不多，但也不是只有他一人，还是眼前妖祸要紧。陛下，臣推荐镇国将军。镇国将军身经百战，百战百胜，由他率军出征，再合适不过。哎，不可！本将军只会和人打仗，这妖魔我如何应付得了？事关妖魔，不该是镇妖司出马吗？将军说的哪里话？之前平妖是因为长安剑神健在，现在如何做得到？够了！10年，换作10年前你们不敢出城，朕还情有可原。现在已经整整10年，这天门还靠一个外人在镇守。要不是有陈长安跟吴剑痴立下誓约，朕的天门岂不是在10年前就早已攻破？我泱泱大千，居然除了陈长安以外，没有第2个人可以镇守妖魔吗？长安，是我以前没有看到，你肩上扛着的担子居然有这么重。一个人守下来的天门，这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敢应。禀陛下，臣愿率大军出征，迎击妖魔。你身心尚未完全吸收，身体可恙？陛下，料想迎击那些宵小，应无大碍。臣定当荡平妖魔，为陛下分忧。准！封谢云舒为破阵侯，立刻率兵出征，朕等你的好消息。臣领旨。陛下，这奏折上写，叶将军率军于天门外迎战妖魔，3日以来血战3场，3场皆败，100万将士实不存一。谢云舒，朕还以为你死了呢。陛下，不是臣不传音，是妖魔隔绝了传音。此战之败，臣不甘呐！可恨那妖魔诡诈，压境魔军竟只是先锋。开战之后，失败于先锋的妖魔赶到，臣无力回天。臣身心健骨，已经炼化9成，只待到炼化完成，便可一人驱除妖魔，替陛下镇守天门。此时战事危急，说这些又有什么用？你回朝吧。长安，若是你在，我何至于窘迫至此啊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！我只好挡不住妖魔，边疆那些百姓可就要遭殃了呀！你说怎么办吧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没办法呀，谁能办？传朕旨意，广发英雄令，招募天下豪杰，共抗妖魔之灾。你听说了吗？最近朝廷广发英雄令，号召天下豪杰共同抵御妖魔。唉，还不是长安剑神不在了。10年前，长安剑神独守天门，一剑斩尽100万妖魔，何等威风！如今啊，真是天妒英才，边关告急，真是可惜呀。是啊，倘若长安剑神还在，哪有妖魔还敢来犯？只可惜，现如今只剩下吴剑痴一人，唉，终是力不从心了。你可知吴剑痴为何要独守天门？为何？听说吴剑痴本是天下第2，年年与长安剑神比武，从未胜过。10年前，剑神临终前故意败给了吴剑痴，条件就是
独守天门200载。长安剑神为了苍生，就连死都要为天下计。是啊，长安真当是英雄，有他在，大钱何至于此？云渊，你去问问他们，既然如此倾慕陈长安，谁愿意取下英雄令，前往边疆，效仿陈长安，为大钱抛头颅洒热血？哎，对了，遵命，陛下。说到英雄令，边关最近出了个少年英雄，平安少侠。你说的那个是17、18岁与吴剑痴并肩平腰的少年？哎，正是。我表兄在边关亲眼所见，那少侠身怀绝世修为，哎，但不老态，颇有长安剑神的风范呐。若长安剑神在天有灵，知道后继有人，想必会倍感欣慰啊。我听说如今那平安少年在天山峰设下剑炉，说是和吴剑痴切磋剑艺。与吴剑痴切磋剑艺，又名平安，难不成长安回来了？长安、平安，怎会有二人名字如此相近，又同样身怀盖世修为？莫非不，长安已经……云渊，立刻随朕去一趟天门峰，朕要去会会这位平安少侠，竟敢与长安相提并论，朕倒要看看他与长安的英姿有几分相似。是。陛下，平安少侠就在里面。陛下，您怎么了？啊，无妨，刚好想到些事。会是长安吗？不可能，长安我亲眼见到他死了。走。娘子，刚才我那套剑法可配得上天下第一的名号？当然呀，我的长安最厉害了。长安，在下陈平安，见过陛下，不知陛下屈驾剑炉，所为何事？陈长安、陈平安，怎会如此相像？天下间怎会有这样的巧合？实不相瞒，边关妖患，朕忧心不已。朕听闻平安少侠以一人之计解决了妖患，朕心感敬佩，特来目睹少侠的风采。陛下过誉了，在下只是借着吴前辈的威名，侥幸得胜，不值一提。不管怎么样，少侠平定了妖患，解百姓于水火，必当重重有赏。来人，宝剑配英雄，少侠当之无愧，请收下。多谢陛下美意，但赏赐就不必了。在下除妖只是随心所欲，并非为求赏识。有功不赏，岂不是寒了天下志士之心？少侠还是收下吧。在下已有佩剑相伴多年，不必再添新物，还请陛下收回成命。我与这平安少侠素未谋面，他为何对我如此冷淡，甚至还带着几分敌意？难道说无赦剑？此剑分明是长安的，他怎么会在你手上？不对，你就是长安！在下并非陛下口中长安，此剑乃吴前辈所有，在下只是借来一用。此言当真？也是，这平安少侠看上去才18、19岁，怎么可能是我的长安？陛下可还有事？平安要练习剑术了。真是可笑，这天下人穷极心思都想跟朕多说几句话，你倒好。也罢，朕今日前来，是有一件天大的好事跟你说。陛下请讲。你本领高超，本是栋梁之才，
只可惜漂泊于江湖之中，而如今大钱百废俱兴，正是用人之际。你若跟随朕回京，朕保你3年之内加官进爵，单开一府。承蒙陛下厚爱，只是在下向来闲散惯了，恐受不得那些规矩。陈平安，朕今日许你的，是有多少人磕破了头都求不来的。哦，可在下并没有求，陛下也不需要给。你可知你随口拒绝的，是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生？一句话之间，就是云泥之别。你可想好？陛下向来如此霸道吗？朕霸道。是了，您是大钱女帝。是了，您是大钱女帝。朕乃大钱女帝，这天下，朕皆可予取予求。别说他陈长安一颗神心，就算令他赴死，他必然应允。岂能对朕心怀不满吗？朕只是惜才罢了。若你犹豫，朕容你思量一番。平安之志，不在庙堂之高，心意已决，还望陛下海涵。既然如此，希望你余生想起今日，不要后悔。走。洛伊子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难不成……平安哥哥，你看你又忘了吃药。来，张嘴。算了，他是剑炉的平安少侠，终归不是我的剑神长安。他们都说你死了，但朕就是不相信。你可是天下第一，你怎么可能死？我以前总觉得你抢我的风头，可是你知不知道，当你不在我身边，我真的好难。镇国大将军，他不敢守天门，谢云说他守不住天门，连唯一能帮镇守的平安少侠，他不愿意守。平安之志，不在庙堂之高，心意已决，还望陛下海涵。长安，他练剑的样子真的好像你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他到底是不是你的转世，还是继承了你的衣钵？这玉酒今日怎么喝起来没滋味啊？如今娘子修为精进，这酒自然就淡了。尝尝我带来的这个。好喝，我喜欢。只要你喜欢，以后为父日日为你制酒。陈长安，你好狠的心！你这一走就是10年，大钱这么大，我要去哪儿找你？爱过，我要去拿酒。大人，这酒好烈呀，比你还要烈呢。你说，洛伊城那个老女人不会发现我们吧？你什么时候才能登上皇位，拿到万古莲？妾身跟着大人，可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皇位还远了点，不过也不是没有机会。那女人正被那个陈平安迷得神魂颠倒，一个死了10年的人，还日日夜夜惦记着。那陈长安的尸骨
都不知道烂在哪儿。大人说的对，可是妾身等不了那么久嘛。你看那个老女人，天天端着皇帝的架子，整日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你等了她那么久，都没有摸过她的手。不必心急，我如今已融合了神心的力量，实力暴涨，就算跟他正面对抗，也不一定落于下风。万古莲唾手可得，到那时，你想要的一切，我都能给你了。那可真是太好了，就让妾身好好服侍大人。袁术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好深的心机！出去！一成，你误会了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我刚从前线回来，魔气入体未愈，明月他只是帮我调息气脉，最近这伤总是反复发作呀。你说万古莲是你的囊中之物，陈长安留给朕唯一的东西，你都敢觊觎，朕万万没有想到，你心机如此之深，野心如此之大。哎呀，你误会了，如今大前危机四伏，妖魔环顾，我也是想增添一份力量啊。如今我已将神行的力量炼化了大半，那万古莲又是长安骨血滋长，若是我能得此宝物，心血合一，修为必将暴涨，到时还怕什么妖魔大军，还怕什么外族入侵？归根到底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守护大前，守护你啊。你所言真假，朕懒得追究，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觊觎长安留给朕的唯一东西，更不该在背后侮辱他的名声。陛下明鉴，臣所做一切，皆是为了江山社稷。陛下也知，臣所修功法乃猛虎诀，需厮杀杀伐，方能精进修为。如今边关妖患频出，臣恳请陛下准许臣前往边关，建立陛下自己的势力。那吴剑痴终究是外人，而云舒对陛下忠心不二。待云舒实力成熟，必将替陛下镇守天门，以续长安未竟之志。好呀，朕姑且再相信你一次。正好，李冰云他已经进了英雄里，他会带着长安宗门的人前去应征，你大可前去拜访，看看是否能为你所用。是。承让。下棋输你，比剑也输你，你难道真不是陈长安转世？吴前辈说笑了。对了，听说你想结识长安剑神故人，我这儿恰好有个消息，长安宗宗主李冰云在皇都摆杀妖宴，不少名宿都会前来，可以去看看啊。李冰云，那得去。平安哥哥，我们去吧。多谢。诸位稍等，李宗主一会儿就到。我等对这威名赫赫的李宗主可谓是闻名已久，今日有幸参加除魔宴，终于有机会一睹李宗主之风采呀！是啊，这长安宗可是天下第一宗门，这李宗主更是长安剑神的亲传弟子，长安宗在他手上日渐壮大，颇有号令江湖之势啊。因为先前批官之事，洛邑城与李冰云闹翻了，如今长安宗势大，这股力量若是能为我所用，那再好不过。
是我看错了。这人是谁？你不认识？他可是平安少侠陈平安，最近可谓是声名鹊起啊，颇有当年长安剑神之风采。陈平安，就是此人破了魔君先锋，阻碍我计划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李宗主摆宴，商议的是除魔大业，邀请的是各方名宿，怎么什么闲杂人等都能入内？这位平安少侠解了妖魔之围，可谓是少年英雄啊！少年英雄，可笑！本侯率100万将士，鏖战了3天3夜，将妖魔精锐杀了个10不存1。彼时这位平安少侠怎么不出现解围呢？杀了些妖魔残部，就称得上是少年英雄。那这少年英雄，未免有些过于不值钱了吧？还起了个陈平安的名字，真以为这样就能比肩长安剑神了？这种人配与我们同席吗？这谢将军力战妖魔，可谓是出了很大的力气啊！还平安少侠，以前从没听说过，保不齐是冒领战功来的吧？哎，算了算了，这平安少侠现在虽然默默无闻，但保不齐以后会有一番大业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嘛。这是我的剑骨。若他真为陛下好，直接奉上宝物便可，何须还要派人传音呢？还说什么3000年寿元？唉，如此看来，确实显得过于低劣，过于故意了。这谢云舒倒是个阴险小人，不过我的神心就在他身上，神心的力量在他身上潜化，再有几日便能浮现，那时再对付此人不迟。在下赴宴，乃是受吴剑痴前辈举荐。吴剑痴，你是说你是吴剑痴的弟子？这位平安少侠倒是找了个好靠山。不过本侯跟吴剑痴也认识，怎么没听闻吴剑痴什么时候收了个弟子啊？哎，倒不如你说你是长安剑神的衣钵传人好了。参见长公主。拜见长公主。谢将军劳苦功高，本公主可受不起。平安少侠是长公主府的贵客，就代表着是我洛伊子。你这么奚落平安，是对我长公主府有所不满吗？谢某不敢，望长公主责罚。洛伊子，你也就威风这一会儿了，你看待会儿洛伊城过来怎么收拾你。今天谁都不能阻止我拉拢李冰云。你说怎么处理？算了，正事要紧。李宗主到。在下绝刀门西门恩，全凭李宗主差遣。在下天剑宗剑17，见过李宗主。大前破阵侯谢云舒，见过李宗主。之前多有冒犯，还望李宗主海涵。此番除魔，在下愿尽所有心力。这李冰云当了宗主之后，性格果然如传言所说，拒人千里之外。难道10年之前的事，他还怀恨在心？不行，我得找个机会拉近关系。且慢，走，走，放开我！走！你干什么？老子管教自己孩子，别多管闲事。救救我！我不认识他。我问你，这孩子叫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叫二丫。我不叫二丫，我叫李冰云。这衣衫上的图案就是这么绣的。滚！
李冰云。师尊，你教我的剑我都练会了，厉不厉害？厉害。这都多大人了，还这样？冰云，娘子，这是我新收的徒弟李冰云。师娘好。长安，是我的长安回来了，是平安少侠吗？真是天赐良机，陈平安，你倒是帮了我一把，休得放肆！陈平安，他竟然以手触摸李宗主的头，这是大逆不道啊！平安少侠失仙疯了，怎么会行如此悖逆之举啊？你冒领战功也就罢了，我等就当你是想为大钱出一份力，这才让你与我等列坐，可你却对李宗主做出如此不敬之举，简直荒唐！还不赶紧下跪给李宗主磕头道歉！除魔宴上怎会有如此不识礼数的野人混进来？还是吴剑池的弟子，简直就是哗众取宠，分明是博李宗主的好感，简直是疯了，疯了！师尊，一定是你回来了。师尊，你戴着面具，是不想与这些旧人相认吗？也是，昔日身在长安宗时，你是多么洒脱。这大前皇者，不过是个伤心地罢了。这次换我来帮你赶走他们。吵吵嚷嚷，成何体统？谢大人，我李冰云邀请大家来参加除魔商议，但凡有心除魔者皆可参加，怎到你口中变成了王公贵胄摆的宴席了？谢某一时失言，还望李宗主见谅。可是谢某想提醒您，千万不要被这个奸佞小人给骗了。李宗主有所不知，昔日在下在边关杀敌，鏖战了3个日夜，却被这个小人冒领了战功。谢大人，冒领战功是什么意思？平安少侠在天门杀妖时，我就在场，亲眼所见。谢大人的意思是，我伙同平安少侠一起欺骗你们？长公主，你也被他骗了。此人工于心计，就是想借长公主的威势往上爬呀。大家听听他的名字，陈平安，怎么就如此凑巧，与长安剑神如此相似？偏偏江湖上还在传言说此人有长安剑神的风采，谁敢断定他不是包藏祸心？依我看，就是此人勾结了妖魔。你云舒，休得胡言！陛下明鉴，依微臣看，就是陈平安勾结了妖魔，说是在战场上斩杀妖魔余孽，实则是演出一副苦肉计，要混入你我之中啊！住口！勾结妖魔这种话，岂容你等乱说？李宗主，李宗主，云舒虽然口不择言，但左右除魔有功，你不必如此对待。陛下，要说除魔，谁不是如此？我等在朝廷并无一官半职，今日除魔宴，本是我等一腔热血想为天下苍生尽力，但这谢大人如此跋扈，若是寒了天下英雄的心，谁也收不回来。陛下切记，这天下人并非都像师尊对您一样，这人心啊是会冷的。李宗主规矩，朕记下。我们走。陛下不能走啊！我还没有拉拢到李冰云呢。如今适得其反，我们留在这里有何用？可
你病云该死，那陈平安更是该死。为了本座成事，本座必要百般凌辱你们。大人，已经查清楚了，那陈平安不过是洛伊子看好的一个小辈，只是暂住在长公主府，并不是吴剑痴的弟子。那洛伊子就是和长安剑神有一腿了。那陈平安不就是洛伊子养的小白脸吗？这一下乱得很。不过也好，这样我们才有机可乘啊。依大人所言，这陈平安似乎不足挂齿，那还接着查吗？查什么查？直接把他杀了。他长得太像陈长安，让我恶心至极。是。等等，带上这个，给他坐实勾结妖魔的名头。若是旁人，怎能神态举止与长安如此相像？自他出现以来，洛伊子就陪在他身旁。况且李冰年性情清冷，高傲非常，可被他摸了头，却毫不生气，还为他说话。这普天之下，除了长安，谁还值得他二人如此对待？他一定就是长安。云渊，属下在。白家，去趟公主府。陛下，平安少侠就在里面。长安，长安，平安少侠。见过陛下。平安少侠，你说这天下真的会有如此相像的两个人吗？陛下此言何意？在你的身上，朕看到了熟悉的影子。莫非是那位长安剑神？是。朕之前确实做了很多对不起他的事情，如今他已经离开，但是朕相信他依然在这个世上，朕也一直在找他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是朕之前做的不够好，回首往事，追悔莫及。朕恨自己没有通天的力量，让时光逆转。平安少侠，如果你是他的话，你可否愿意原谅朕，给我一次机会？在下想说的是，斯人已逝，陛下节哀。平安少侠，朕一直未曾看过你的脸，可否摘下面具，让朕一看？君子不夺人之志，这副面具在下戴惯了，还请陛下见谅。你一定就是陈长安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还在恨我？是我辜负了你，我可以补偿你。陛下失态了，在下并非陛下要找的人。一时哀思过度，情难自抑，让少侠见笑了。陛下既然如此长情，为何当初不知道珍惜？现在不觉得有些晚了吗？朕愿意用一切去弥补他，包括女帝的位子。如果他肯原谅我，这女帝之位不要也罢。长安，我亏欠你的实在太多了，这一切就当做一点点利息吧。谁派你来的？杀了我吧！怀谦。经脉神通，除了长安，天下无人会此法。你一定就是长安，可是你为何不愿与我相认呢？居然是魔术，恶毒的手段！是谁派你来的？用心如此险得，难道是想用魔种勾陷平安少侠，连同魔族不成？带下去，让他开口。是。陛下可有药？小小剑伤，无碍。
以陛下的修为，这刺客应该伤不到陛下。长安，你对我的抗拒已经到如此地步了吗？查清楚了，是破镇侯府谢云舒的死事。是他，谢云舒。他居然如此心胸狭隘，只是一点点小摩擦，居然想要你的性命！我现在就好好教训他，还你一个公道。不劳陛下费心，在下自有应对之法。何应对之法？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当以德报德，以直报怨。不可！谢云舒他如今带兵镇守天门，天下都需要他，更何况他已经炼化了神心，功力大增，难以应付。这件事情交给我，你相信我一次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大人，万古莲已经到了。太好了，万果莲得手，那本座的计划便可以提前实施了。在下恭祝谢大人登临95之位，统御大前。也是天赐良机，这洛伊城居然不在皇宫之中。好啊，也不枉我耗费这么多年谋夺神心。谢云舒，是你害了陈长安。陛下，怎么？神心已被我融入体内，什么长安剑神，不过是我的养料罢了。况且，害了陈长安的人，不是陛下您吗？个畜生，朕要杀了你，为长安报仇！报仇？不对吧？陛下要报仇，不应该自戕吗？啊，还要多亏了你，长安身中冥蛇毒，你还亲手挖出他的神心，替我扫平了一个心腹大患啊！冥蛇之毒，中毒的不是你，是长安。没错，实话告诉你吧，当年救你的人不是我，是陈长安。他斩杀了冥蛇，强行渡走了你体内的冥蛇之毒，而我只不过是取了一点点残毒，伪装成中毒的样子罢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亲手取了他的血，我亲手杀了他。是啊，倘若他还有神心，那区区冥蛇之毒对他而言也没有什么。还好，你们两个不是一般的蠢，才让本座有机会左右着大千江山。闭嘴！你竟敢妄议长安！来人，把这个卑鄙小人给朕拿下！陛下不必再看了，如今这皇宫上下都是我的人。既然如此，就亲手杀了你！陛下呀，陛下，你还是看不清楚形势。我吞噬了神心，本就是天下一流高手，还有这个万果莲，你一个养尊处优的女帝，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啊？谢云舒，我待你不薄，你居然如此对我！待我不薄？好一个待我不薄！我问你，明明我和你才是青梅竹马，那陈长安凭什么后来居上？这也就罢了，明明他已经死了10年，你还对他念念不忘，不给我一丝机会，这就是你口中的待我不薄！你这个卑鄙小人！
你居然跟我的长安相提并论！这告诉你，就算是100年、1000年，你连长安的一个脚趾头都不配！呸！本座念在你对我有功，给你一个选择，你现在就起草诏书，禅让天子之位勇，昭告天下。等本座执掌天下之后，可以封你为我的王后，让你颐养天年。就你这种卑鄙小人，天下百姓岂会容你？何须令天下信服？而你在位之时，天下人信服的，不也是陈长安吗？啊！你就放肆一试，等到各路英雄出没集结，你就会被他们回不来了。什么？来人！主上，出没义军的消息打探的如何了？已全部查明，他们将在皇都稍作休整，3日后将率领各族门精锐，共同前往天门峰。到时候，所有高手都将齐聚一处。传信给妖魔大军，计划提前，今夜就动手，内外夹击，将那些所谓的除魔义军高手杀个片甲不留。谢云舒，你居然敢勾结妖魔！怎么，陛下很惊讶？那朕的100万大军，那朕的边疆战士，岂不是？你的100万大军确实是死在边疆，不过他们是成为了本座的修行养料，他们的哀嚎声着实悦耳啊！谢云舒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！亏朕之前如此信任你，还要多谢陛下的信。若不是你，我又怎么能配合妖魔大军除掉陈长安这个心腹大患？有他坐镇，大千江山固若金汤，我也只能望洋兴叹。可如今他已死透，整个天下还有谁能阻止我？谢云舒，你不能好死！等长安宗的人到，你必死！够了！我已布下天罗地网，等他们一到，就会变成我的刀下亡魂。洛医生，本座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你现在起草诏书传位于我，要么我一声令下，100万魔军踏破皇都，让大千子民血流成河。你选吧。好，朕同意。明智之举。女帝陛下，请。你就写朕大前女帝洛依城，因年岁已高，后继无力，特传位给破阵后谢云舒。快点写！长安，是我的错，我害了自己，也害了你。事到如今，我已无颜面对你，也无力回天，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。就用我这条命，为天下换一线生机。洛依城，你敢！本座念在我们的情分，本想给你个体面，你这是自取其辱。情分？我跟你有情分吗？你跟我的情分就是
蛊惑我窃取陈长安的真心，勾结妖魔，窃取朕的江山。陈长安，陈长安，要听你的陈长安！他在世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对他有多真心？还不是处处利用。你利用他助你登上女帝宝座，你利用他替你镇守天门，你利用他对你的痴情，替你满足你的权力欲。你和我本就是一路货，可偏偏你要粉饰自己，装什么圣明女帝，这才令人发笑。简直一派胡言！不管你怎么说，我就算是粉身碎骨，我也不可能把我的大钱江山给你这样一个小人。你以为你自尽就完了吗？本座岂会让你如此轻易地结束生命？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魔宠，吞噬意志的东西。服下它，不出7日，你的意识便会完全的消散，沦为本座的魔奴傀儡。到那时，你就会亲手写下传位诏书，还会跪在本座的底下，对本座欲索欲求。长安，你说的对，谢云舒心术不正，不信你而信他，是我此生最大的过错。这一世是我负了你，若有来生你我还做夫妻，我定不会再犯同样的错。放轻松，女帝陛下，很快就结束了。谢云舒，什么人？平安上下，陈平安，你居然没被刺客杀死，不过来得正好。快跑！去通知李冰云，快！想跑？晚了。哎，你说，陈平安勾结妖魔，弑君谋反，破阵后前来救驾，诛杀陈平安，这个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美啊？谢云舒，果然是你连通了妖魔。那又如何？只要把你们都杀了，自然无人知晓此事。待我除掉你们这些绊脚石，我就能和妖魔大军共坐江山了。谢云舒，你真以为这天下没人能治得了你吗？那不然呢？如今我有陈长安的神心，更有万古莲在手，二者合一，就算是陈长安在世，也不可能是我的对手。儿童，妄想阻我！去通知他们，妖魔会夜袭皇都。数不尽此生，为凭就义，千千本风雪恨这天地。一言既出，生死又何惧？梦也快意。果然是你，长安。陈长安，你竟然没死！不过正好，本座神功大成，正好杀了你，了却我一桩心魔。你真是长安？怎么可能？我如今的功力乃是天下第一，怎么可能敌不过你？万古莲、神心都是我法力所化，就凭你，也想做到青出于蓝？就算比我功高一筹，那又如何？我还有府兵3000，个个修为不俗，诛杀二党不过弹指之间，府兵何在？给我杀进来！怎么没人响应啊？你要找的是这个。
不过你的府兵主将死的倒是挺有骨气。霍镇侯府私藏重兵，意图谋反，证据确凿，全数羁押。我还有妖魔大军赐我的魔族精锐，他们就藏在皇都各处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他们就会将皇都杀个血流成河的。师尊，皇都潜伏的10万魔族，也按照您的吩咐，尽数剿灭，无一漏网。做得好。怎么可能？你不是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！我的不觉连妖魔大军都称赞不已，你们怎么会知晓？你们怎么会提前知晓一切？就你这点小伎俩，还妄想瞒过平安哥哥，自然是早就被平安哥哥识破了，还不服输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别过来！倘若尔等再往前踏一步，我要了他的命！哦，你想怎样？我要你自废经脉，废掉所有修为！我要尔等全部踏出皇都100里之外！不可，别放过他长安！你给我闭嘴！自废修为，不要！可以。长安！你的法力、你的心，乃至于你的骨，都是我的。我若自废修为，你安有全身而退之理？陈解释，我错了，饶了我吧！我愿从此离开大前，去到塞外蛮荒过活，从此再也不踏入大前一步。是他，都是他！我是冒领了你功劳，但是之前那一株洲一件件事都是他干的。我可以帮你杀了他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只求你饶我一命。这个大千小山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。那好。数不尽此生，为凭就义，千千般风雪，恨这天地，一言既陛下，长安，你还是在乎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心里还有我。对不起，之前是我错了，我没有在意你的感受，我错了，是我不好。谢谢你，长安，你救了我，你救了整个大千。袁术中了冥蛇毒，非你的神心不可救，拿来。原来你要我的神心是为了他，难怪这段记忆最后才恢复。原来前世我受伤竟如此之深。长安，我以前忙于朝政，是我毁了你，我以后真的不会这样了。等这个局势稳定，我就把江山交给秦相，我们2个人一起出去逛2人世界，我们俩的世界好不好？长安。义子，给陛下疗伤。报！不好了，妖魔大军压境，已至天门外。凌云，除魔义军集结的如何了？回禀师尊，都已集结完毕，蓄势待发。好，军情紧急，我们即刻出发。长安，重活一世，前尘已了，因果已清，你我互不相欠。
陛下也是受小人蒙蔽，不必过于自责。你我今生再不相欠。诸位，随我一起斩妖除魔。长安，长安！长安，歇一歇吧，外面雪大。下雪了。这一次，你将妖魔大军击退万里，天下百姓终于可以安心过年了。这是你最爱的莲子羹汤，我试了几次，这次味道应该好些了，快尝尝。比上次好多了，很好喝。真的吗？那你有什么想吃的、爱吃的，你都告诉我，我都可以学着做。如今你的记忆全部恢复，神心也已归位，实力也恢复如初。接下来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天门之地乃大前屏障，不容有失。我要继续镇守此地。也是。以你的性子，不可能置天下苍生于不顾，也只有你在此坐镇，那些妖魔才万事不敢侵犯。只是这天门常年风雪，未免太过孤寂清冷，不如就由我留下来陪你，好不好？我嫁给你，陪你守一辈子天门，无论风雪，无论寒暑，我愿与你同在。天门苦寒，终年风雪，你受得住吗？原来你不想让我陪你，那我走了。我只是担心，我从未有过不想之意。一子，这一路走来，你的陪伴、真心、付出，我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一子，我愿意娶你为妻。当真？当真。回皇都吧，我们择个良辰吉日，隆重举办婚礼。以你的身份，应当风风光光。不必了，在这里就好。而且，在这里还能看到他。10年了，长安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还是那个风度翩翩的天下第一，只是可惜你不是我的长安了。是我不好，是我一直没有相信你，是我听了别人的鬼话，我还一直跟你较劲。娘子，你抬头看。哎，此处怎么多了2个星星？为夫搬上去的。那颗叫做陈长安，这颗叫做洛伊城。长安，我错了。
陛下也是受小人蒙蔽，不必过于自责。你我今生再不相欠。谢云舒，你真的该死！不对，我也该死。长安，长安，我也该死。是我不相信你，我从来没有站在你这一边。长安。今日啊，便是剑神大喜之日，各位加紧准备，不可怠慢呐！是，好嘞，好嘞。老先生，如此热闹，你们在准备什么呀？姑娘，你有所不知，今日便是平安剑神大婚的好日子。虽说婚礼是在天门峰上举行，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怕是去不了了。但是剑神为天下除妖，守护苍生，我们这些百姓啊，今日便在此地为他举行贺礼，讨个好彩头不是？剑神与新娘子的画像已传遍大街小巷，这新娘子可真美啊！啊，都散了吧，藏去吧。是否还能熬过长夜？生怕再与你阔别。长安要大婚了，原来以前真的回不去了。我的美描得如何？哪怕不盛装，你也是天下第一美。那可不行，我好不容易才追到你，今天我一定打扮得天下第一漂亮才行。一子，娘子。长安，你我曾经那么恩爱，难道今生真的只能永别了吗？不行，你是我的夫君，怎么能迎娶别人？就算让你恨我，我也不愿就这么放你离开。干嘛？陛下，勿以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。这是长安给我的吗？过往已成云烟，陛下何苦一错再错？今日师尊大婚，陛下身份特殊，不宜出现，请回吧。是为你点亮夜空星火。长安，你好不容易斩断过往，重新生我，我却还有非分之想，想搅乱你大婚。每每思之，羞愧不已。虽想放下旧事，终究此心难安。如今我已禅让地位于你，不管你如何去想，从今以后，你镇守天门一日，我便在天门礼佛一日。就如残伤东阳，孤臣北冥，遥遥相伴，永不相见。